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，今天来介绍2021年口碑爆棚的皮卡丘和可可。这部剧场版主要是围绕人类可可和保姆萨洛德之间展开的。首先出现的就是皮卡丘在这一季剧场版里面的新造型，探险帽配上红领巾的小挎包，不愧是官方吉祥物，这人装扮有探险的感觉了。就在刚刚，小珍从妈妈的唠叨声中逃到这片森林，而他这次过来自然是为了收服精灵的，可惜古月鸟没有被收服。偶然之下，他认识了女研究员凯莲，而他们的研究正是寻找治愈之泉。跟着小智火箭队得知这消息，显然不会放弃这个升官发财的好机会，盘算着要怎么才能拿到重要的情报。时间让我们先回到过去，森林里传出一阵洗脑的歌声，然后我们就看见了萨洛德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。他们是这里的森林之王，平时会毫不客气地掠夺其他精灵的食物。就在他们酒足饭饱要离开时，其中一只萨洛德闻到不寻常的气味，于是他撇下同伴来到瀑布前，看到一个正在哭泣的婴儿，他就是本片的主人公可可，而这只萨洛德名字就叫老爹。老爹不忍心将他留在这里，就只能抱着他回到了族群，打算问问长老的意见。好战的族人闻到人类气息，上来就警告他领地不允许别的物种进入，气氛顿时剑拔弩张。这时年迈的长老从远处走来，很快就猜到他手里抱着的是人类婴儿。族人听到后毫不掩饰对人类深深的敌意。长老认为，如果把人类留在这里，就会让他们保护的神树受到威胁，而神树的水拥有治愈之效，是萨洛德赖以生存的根本。如果神树遭到破坏，那萨洛德也会逐渐衰落，最后走向灭亡。老爹知道这不符合族群规定，就主动退出了族群，选择独自抚养可可长大。多年之后，也就是回到现在了，可可已经变成了少年，也能像老爹那样穿梭在树林中。可以看出，可可平时和精灵们的关系非常好，但这里精灵们对身为萨洛德的老爹充满敌意，就算是可可也不能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。有一次，可可见到一群精灵正围观沙漠蜻蜓和流氓熊猫打架，可可赶到后上前阻止，但没两下就被沙漠蜻蜓给甩开，最后只能和贪心栗鼠用激将法将沙漠蜻蜓带离了纷争地。眼看就要被追上时，可可直接从悬崖上跳入一片粉色湖里，沙漠蜻蜓也跟着掉了下来。在被湖水泡过之后，沙漠蜻蜓翅膀上的伤痕立马就恢复了，而这件事直接惹怒了萨洛德群体，这里的湖水只能归萨洛德使用。老爹也认为是可可不守萨洛德的规定，忍不住骂了他，于是可可一气之下离开这里。然而一个不注意，失足落入了水中，好巧不巧，刚好就被小智给救了起来，然后赶紧送到精灵中心治疗。可可醒来后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地方，慌乱下跑出了病房，结果看见这群外观和他相似却又说着听不懂话的生物，吓得连忙逃离了这里。但没一会儿，小智就跟上了可可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小智意外发现可可竟然能够和保姆交流，觉得很不可思议。而可可真的就像一张白纸那样，见到别人用精灵球收为保姆，可可居然也想让小智把他收进球里。小智哪见过这情况，立马让皮卡丘来个无差别攻击，直接让可可脑袋清醒了。最后，小智当起了导游，带着可可在小镇到处游玩。可可像孩子一样对一切事物充满好奇。就在他们眺望远方的时候，可可听到远处精灵的求救声，原来是这里的列阵兵阻止居民放烟花。可可因为能听懂保姆说话，很快就找出了问题所在，三两下就跳到最高的地方，然后掀开盖子，果然看到了列阵兵的头头。可没有过多废话，将绳子抛给小智后，只身下到了最底处。在居民们的帮助下，可可成功将列阵兵的头头救了出来。时间很快到了晚上，小镇也放起烟花，一片温馨祥和的景象。没一会儿，镇长也来到这里，告诉小智他们放烟花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向史拉比传达愿望，然后又突然哀伤说道，象征和平的史拉比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。小智听到后也觉得有些可惜。烟花结束后，可可望着远方道路上走来的父子，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的老爹，最后干脆趁着夜色带小智来到丛林里。然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老爹就将小智和皮卡丘吊在树上。可可对着老爹说，自己应该属于人类，而不是萨洛德。眼看瞒不下去，老爹只能把实情全盘托出。这些年，老爹带着可可东奔西走，最后只找了可可父母工作过研究所，而那时研究所早已破败不堪，里面只有一张全家福和一件粉色的婴儿毯，那件婴儿毯也就是老爹现在身上的披风。等他们来到研究所，老爹也表示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剩下的就要可可自己选择。小智为了安慰可可，破天荒地说起自己爸爸。那父子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让老爹和可可不得不静下心来思考。另外一边，火箭队为了获取有价值的情报，成功会进了凯莲的研究所，而之前可可父母工作过的研究所就是这家研究所的前身。眼看火箭队破解所长房间密码，准备进去偷资料，
但倒霉的是，钥匙卡却被古月鸟给吞掉了。另一边，小智为了帮助可可找到父亲，就根据手上线索来到这家研究所。很快，他们就受到了所长热情的招待。小智开门见山拿出可可父亲的照片，所长看后坦白说出可可父母是在一场研究所事故中意外身亡的，但所长似乎另有目的。他从可可身上的吊坠里发现神树的信息，于是就请求可可带他们去找神树。当然，名义上还是为了研究。可可摇了摇头，他深知神树的重要性，便推开所长跑回了森林。但天真单纯可可怎么斗得过心机的所长呢？在可可的肩上早就被所长给安装了跟踪器，之后所长就带着人一路尾行到这里，终于见到了梦寐以求的神树。小智和可可想要阻止所长，但没一会儿就被阿利多斯的蛛丝绑了起来，给丢进车厢里。刚好这辆车被所长交给火箭队看管，而所长大部队则继续向神树前进。就在火箭队正在为抓到皮卡丘高兴时，之前那只古月鸟再次出现了。为了抢回被吞掉的钥匙卡，火箭队决定放掉小智他们，然后借助皮卡丘的力量将钥匙卡夺回来。经过一场滑稽的对战后，火箭队最后如愿的拿到那张钥匙卡，而研究所的机器人在森林里肆意的破坏，也吸引了萨洛德们的注意。于是老爹和另外一只萨洛德联手想要阻止机器人，但他们两个的力量太过弱小，完全就比不上这个大块头，反而让老爹自己受了重伤。最后研究所也得偿所愿的拿到神树之水的样品，手下人以为要撤退，却没想到所长下达了破坏神树的命令，只因为检测出神树内部蕴含着巨大的能量。于是机器人对神树投掷出2根毛，想把神树给凿开。所长对于精灵的存亡根本就不在乎，萨洛德们看着神树正在被破坏，自然不会坐以待毙，全族出动，一同抗敌，打算与神树共存亡。小智和可可也想加入这场战斗，但老爹却要小智带可可逃走。他不想看到可可受到伤害，也不想失去他。然而这一切可可都明白，正因为这样做，他才要奋抗到底。这时老爹想到曾经许下保护可可诺言，于是拖着受伤的身体去请求森林里其他精灵的帮助，但大伙依旧对他充满了敌意。老爹只能大声表示，只有大家并肩作战，才能保护家园，保护可可。另一边，小智和可可跟着萨洛德们来到所长面前，没一会儿就把研究所的人团团包围，而所长也已经失去了手下人的信任，干脆就直接夺过了机械控制权。既然撕破了脸皮，他也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，直接就说出了当年的真相。其实可可父母早就发现神树，但为了保护这里的精灵，冻结了研究计划。于是心有不甘的所长直接谋害了可可父母，这样他就能继续研究。气愤的可可冲上前，却反被所长一手抓住。就在此时，一根绿色藤蔓将自己的手臂打断，救下可可。原来是老爹带其他精灵赶来支援了。然后就一波热血的团战，真的太燃了。所长眼看自己就要招架不住，二话不说就要偷袭可可。眨眼间，老爹冲了出来，替他挡下致命一击，然后靠着蛮力又扳下了一只机械手臂。可可赶忙带着老爹来这里之前治疗，但因为神树能量消失，这里泉水的效果也大不如前。弥留之际，老爹表示能有可可这个孩子真的是太好了。说完就闭上眼睛。可可想用老爹之前用过的招式丛林治疗来复活他，大家都以为可可在做傻事，一个人类怎么能用出精灵的招式呢？但偏偏奇迹发生了，森林感受到可可的呼唤，将强大生命力传递给了可可，让可可也用出了萨鲁的专属招式丛林治疗，使得老爹再次活了过来。这下真说不清楚他到底是人还是宝可梦了。与此同时，所长手下们也想起了机械弱点就在后脑勺，只要打中那里的电源就让机器瘫痪。小智听到后立即指挥皮卡丘解决机器人。经过一番周折，皮卡丘终于爬到机器身上，准备用铁尾做个了结，但没想到关键时候技能却打空了。好在老爹复活后及时赶到，一把抱住了皮卡丘，最后皮生也是不负众望，全力一击将机器破坏。而博士颤颤巍巍逃离的时候，恰好被可可发现，可可立马就追了上去。很快博士被他逼到悬崖边，争斗中博士突然跳了下去，可可立马用绳子将他固定在树上。没过多久，电视上就报道出所长被逮捕的消息，据说是有人匿名传播博士当年陷害可可父母的视频。火箭队看着屏幕露出了笑容，果然剧场版的火箭队从来就不让人失望。凭借这件事情后，萨鲁德们也明白那首歌谣里传递给他们的不是霸凌，而是要和其他精灵甚至是人类合作，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。于是萨鲁德改变了以往的行事风格，决定和所有生物共享森林，而那些懊悔的研究人员也打算留下来帮助他们重建家园。此时可可也和老爹告别，老爹还以为他要抛弃森林，但可可坚定表示他既是人类也是萨鲁德，正因为有了这2层身份，他才要去做人类和保姆之间的桥梁。老爹听到后便没有再去阻拦，作为父亲只要在背后默支持就够了。
送别之际，神树重新焕发生机，治愈之泉喷涌而出，而多年未见的粉色雪阿比也再次出现。蓦然回首，可可当年的粉色印安毯在树上随风飘扬，这不仅是老父亲最骄傲的披风，也是251号史阿比送上祝福。故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可可和皮卡丘被评为近10年最好的宝姆剧场版，有感动有欢笑，但更多的还是父母最深沉的爱。这部剧场版我本人是特地跑去电影院看了的，真的还不错。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